从今年开始呢，只要你跟以前一样上班下班，收到薪水，然后省吃俭喝的把钱放在银行账号里面，动也不敢动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帮陌生人去还债。不仅如此，你替他还债，这个陌生人呢，还会拿着你辛苦赚来的钱到处去花，而最后的结果呢，竟然是这个陌生人越来越富，而你却越来越穷。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将会再一次反过来，又要再一次去惩罚存钱的人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过去的这4年呢，美国送给我们的钱你都收到了吗？就是说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买到暴涨的美股，没关系，因为美国的房子呢涨了。那就算你什么都不投资呢，你只是把钱放到美国的银行里面，你每年呢也能无脑的赚到 4% 到 5% 的利息。而真的，就算这些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只是把这钱换成美元，比如说你是台湾人，你把身上所有的台币都换成美元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是你的财富已经被动的上涨了 20% 了。所以如果你把钱都换成美元，然后去买这美国的房子，再把房子拿去抵押，把抵押出来的钱呢去买美股，然后再把美股拿去抵押，把钱拿去存银行的定期，这样呢就可以拿到最多美国送给我们的钱。但是这玩法呢将会在今年开始完全的反过来了，因为过去4年拜登玩的是高利息抢美元，吸引走全世界的钱到美国，那钱都囤在了美国了，美国的资产自然就会被推高。但是未来4年，这川普呢他要反过来去玩了，他要的是低利息弱美元，就是说他要把钱都花出去，疯狂的扩张，疯狂的买，就好像最近他就说要直接买向格陵兰。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上一部影片讲了，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的钱是跑到了美国没错，但这些钱买的都是美股而不是美债啊。也就是说，最后拿到钱的是这些持有美股的资本家，而不是发行美债的美国政府啊。所以你会发现，巴菲特他可以卖掉股票，持有历史以来最多的现金，而美国政府呢，国库里面有7000多亿美金，但是他每个月平均花出去的钱呢，比赚回来的钱要多2000亿啊，入不敷出了。也就是说，美国国库里面的这7000多亿美金，平均每个月就会消失掉2000多亿了。也就是说，今年大概4月到5月呢，美国政府的钱就都要花完了。那这个川普还说要买这个格陵兰，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美国永远都不会没有钱花的。你会发现，每一次只要美国国库里面的钱不够了，都是用这个办法，也只有这个办法，就是让美联储打开印钞机印钱，然后把新印出来的钱呢拿去买美债，借给美国政府，也就是自己印钱，然后把钱借给自己去花。09年印了2万亿美金，而对上一次20年呢，也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呢，就印了5万亿了。那这一次呢，每一次印钱，钱就变多了嘛，所以钱呢就变得不值钱，美元呢就会瞬间的贬值，然后就会瞬间的引发通胀。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从银行借1000万，但钱贬值的时候呢，虽然说我还是要还1000万给银行，但实际上我就只需要还800万，对吧？因为1000万美金呢，就只剩下800万的购买力。而你呢，如果把1000万存银行了，最后呢就会只剩下800万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你存银行少了200万，我还钱的时候呢也是少了200万。这200万呢，是不是就是从你身上转移到我身上了呢？这是不是就等同于你借钱给我，还要替我去还债啊？美国现在就欠了30几万亿的债，他要怎么还呢？就是这样去还呢。你把1000万借给了美国10年，等10年之后呢，美国就把这1000万连本带利的还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1000万可能只剩下800万的购买力了。就是说1000万10年前可以买到豪宅，现在呢只能买到普通的公寓了。所以从今年开始呢，如果你把钱赚回来了，就放在那边什么都不做，那你赚的这个钱呢就是别人的了，因为它会无形的被转移走。而如果说你想要保护自己这么多年辛苦赚回来的这些钱哦，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棋子或者是牺牲品，甚至说你希望可以借这个局把钱越滚越多，跨越阶层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呢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
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印钱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以前呢，可能10几年一次，演变到现在可能5年一次，然后3年一次，之后2年一次。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要提前布局的是大通胀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投资美债是怎么赚钱的？我大学的时候呢，老师就告诉我，经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买股票，因为这些公司会赚到很多钱嘛，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就会涨。然后经济不好的时候呢，这些公司就要亏钱了，所以我们就要去买比较安全的东西，也就是美债。因为美债呢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就等同于你借钱给美国去投资一样，只要美国不倒，你的钱呢就一定可以拿回来的。所以呢，过去的人买美债是因为经济不好，大部分的资产都暴跌的时候，美债呢却还是可以给你稳定的利息的。所以美债呢是一个避险的资产，就好像你买的火灾保险一样，你买保险的目的呢肯定不是为了赚钱的，而是为了防止火灾发生之后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这样你之前买房子的钱呢就会血本无归，对吧？所以避险资产呢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本金的。但是你看一下这个10年期美债的价格很简单了，你会发现过去的20年这个美债的价格呢都是往上涨的，都是越卖越贵的。美债是一个长期牛市的阶段，这代表什么？代表大学教授好像要被解雇了。因为无论是经济好的时候还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美债都是被人抢着去买的。比如说20年最疯癫的时候呢，美债的利率只有不到 1%， 但是它却卖到了历史最贵的价格140块。就是说今天如果我用100块美金买了一张美债，利率呢是 1%， 这是不是等同于我每年可以收到1美元的利息啊？而现在呢，因为很多人都抢着买这个美债，所以100块的美债在市场卖的时候呢就卖到了140块。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跟我买这张美债，你就要去花140块才能买得到。但是这张美债到期的时候呢，也只会给你1美金的利息。也就是说，你用140块去接盘这美债的时候呢，你的利息呢是低于 1% 的。所以这投资的回报呢要超过100年，你才能够把投进去的钱去翻1倍，这比你拿去买什么理财啊保险啊都要低啊。但是你会发现，过去的这20年呢，依然有着无数人去抢着把自己的钱呢借给美国。为什么呢？很简单的，因为这美债是可以会升值的。我买的时候是100块，但卖给你的时候呢是140块，我是不是赚了你 40% 的差价？也就是说，过去的这20年买美债的人呢，已经不是为了避险了，也不是为了赚走那么一点点的利息了，而是为了跟炒股一样去赚走美债升值的一个差价。自从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呢，美联储是直接降息11次，把利率从 6.5% 降到 1%， 美债的利息呢也跟着开始越降越低了。所以美债的价格呢就不断上涨了。因为以前我100块买的美债是有 6.5% 的利息的，但现在发行的这个新美债利率呢已经降到 1% 了。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想要买我 6.5% 的美债，你就要用120块来买嘛。所以美债在市场交易的时候呢，就从100块涨到120块。也就是说，当利率越低的时候呢，美债的价格就会涨得越高。所以从00年开始呢，美国就开始用低利率的方法去刺激经济，也因为这样，美债就开始长期的上涨，大家都会去买美债。因为美债卖出去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就涨了。尤其是08年之后，美债的价格呢是涨得最厉害的。因为美国不但降息，而且它打开了印钞机，开始第一次的印钱了。20年疫情的时候呢，也是了。所以那么多的人连只有 1% 的利息都要抢着去买美债，就是因为大家相信未来美国总会出事情的。而出事情的时候呢，美国刺激经济的方法只有2种，第一呢就是降息，第二呢就是美联储扩表印钱，然后呢拿钱去买美债，把钱借给美国嘛。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呢，美债的价格都会涨的，到时候呢就可以卖掉美债来赚钱了。而且这样炒卖美债的人呢，一般都是加了杠杆的。
比如说我买了1000万的美债，因为美债是无风险的资产嘛，所以我可以把它拿去银行做抵押的，可能就能抵押出800万出来。然后呢，我又可以用这800万再去买美债，不断的加杠杆。所以美债就算只是涨 5% 呢，但是加了杠杆之后的利润可能呢就有 50% 了。所以我们以前买美债害怕的是经济危机一直不发生，因为没有经济危机呢，美国就不会降息和印钱，然后美债就不会涨嘛。就好像买了火灾保险的人，他们不是因为害怕火灾所以才去买保险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自己的房子快一点着火，然后保险公司就能够赔他们一大笔钱，他们就可以拿着这笔钱去换一套更大的房子。所以美债就好像火灾保险一样，以前买美债呢是为了避险，现在呢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且赚的呢是美国政府印的钱。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吗？为什么美国政府一定要去印钱？为什么经济学告诉我们通胀是好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反而是代表经济很好。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物价不变，代表什么啊？代表可能每个人赚到100万美金就可以退休了，对吧？拿个50万买个房，拿个10万买个车，其他的拿着慢慢的去花。你看日本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的物价不怎么涨的，除了东京呢，大部分的房价甚至是长期下跌了，所以日本人呢就躺平了，很幸福了，对吧？那问题来了，越来越多的人都躺平了，谁还会去工作啊？谁还会去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啊？所以日本的经济呢就失去了30年了。也因为这样呢，从国家统治者的视角呢，他一定是要让货币贬值的，让物价上涨了，这样大家才会把存在银行的钱呢拿出去消费和投资。因为一个人的消费呢才会等于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啊。如果大家都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那整个社会就没有钱了。那我们做生意的卖东西，那要卖给谁呢？我们发薪水的钱从哪里来呢？所以如果你们都不花钱，那国家呢就会直接印钱，你不花嘛，那我就直接下场，我来帮你去花钱嘛。你们呢都把钱存在银行吗？那我就降息，同时呢推高这个通胀，让你吃的喝的住的都变得越来越贵，让你的这个钱现在不花，以后就花不出去。所以通胀呢就等同于大家都很活跃的去消费去投资，那经济呢就可以流动起来嘛，然后大家的薪水呢也会跟着提高嘛。但理论是这样，物价上涨的时候，你的薪水真的有跟着提升吗？就算是真的有，那真的可以跟得上通胀的速度吗？10年前能买得起房但没有买房的人呢，现在有多少个还能买得起呢？所以美联储没有上限的去印钱的时候，对，是放水了，但这些钱有多少能进你的口袋呢？这些钱每一次都是以很低的利息先借给资本家，然后这些资本家呢就用来推高股价，吸引散户进场，最后卖掉和做空股票，把钱落袋为安，然后呢再重新的拿着天量的现金疯狂的抄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股市呢是一个用来承接美国印钱的资产，因为钱如果不流进去股市，那物价就会涨得更疯狂了。也因为这样，股市就是富人可以用来把普通人努力赚回来的钱转移到自己手上最快的方法，这个呢就叫做金融啊。美国为什么玩金融就可以这么有钱啊？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去创造财富，只需要把别人创造的财富转移和掠夺到自己的手上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去年年头的时候可以选中 Nvidia、比特币、黄金，年底的时候可以选中 Tesla， 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财报、基本面，甚至我们都没有考察过这些公司，因为真的不重要的。我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他们造出来的趋势，去买进那些大概率会上涨的股票就可以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会去做高赔率的交易，而这一切呢是可以形成肌肉记忆的，是可以很客观很简单的。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嘛，但是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走你100块。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样的游戏，我只会输少赢多啊。这样看上去呢，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做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你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月准备要下架之前呢，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了。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们的粉丝，
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给你。错过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学到这套心法和招式了。但问题又来了，日本政府它不但是全世界印钱最多的国家，而且它还直接把利率降到负啊。就是说，如果你把100万存到日本的银行，你1年之后拿出来呢，可能只有99万了。你不但赚不到利息，你还要付1万的管理费，那这不是很矛盾吗？不是说降息和印钱就会引发通胀吗？但是为什么现在的日本并没有通胀啊？这呢就是为什么美国资产长期可以一直上涨的原因，因为美国开了外挂，而这个外挂呢就是日本。什么意思呢？现在美国通胀厉不厉害啊？负债厉不厉害？如果美国再大幅度的印钱，美元和美债呢就将会一文不值了。但是如果不印钱，美股和美债就没有人去接盘了。所以很简单，打开外挂，让日本呢去降息，让日本呢去印钱，然后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可以用很低的利息在日本借走这些新印出来的钱，然后投资到美国的资产。也就是说，日本印出来的钱呢，它最终呢是并不会流进去日本自己国内的市场的，而是流了出去美国的。这呢就等同于日本是帮美国印钱的外挂，这能听懂吗？也因为这样，日本虽然说它印钱了降息了，但国内的钱呢并没有变多啊，反而有很多的日本人呢也跟着把日元兑换成美元，然后投资美国的资产，比如说一群叫做渡边太太的人。所以当大家都大量的卖日元买美元的时候呢，日元就贬值了，日本的资产呢在美国人面前就贬值了。但是钱并没有在日本，所以日本就不会发生通胀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次美国呢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日本的资产就会上涨，因为流进去美国的钱就会重新流回去日本，所以美国的资本家就会带着钱去抄底日本的资产，所以日元呢就会上涨，日本的资产呢也会跟着去涨。而等到美元的资产跌到谷底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又会重新的卖掉日本的资产，然后再把钱重新的投进去美国。巴菲特他们这几年都是这么玩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政府承诺，无论是日本的股市还是债市他们政府呢都会去兜底的。就是说，不管你把股票把债券炒得有多高，你要卖的时候呢也不用怕没有人去接盘，因为你要走的时候都是可以直接卖给日本央行的，所以也等同于是没有风险的。但是问题又来了，你可以看到自从20年印前美债创下了新高之后呢，就开始下跌了。美债这5年呢居然进入了熊市了，也就是说美债给到我们的利息呢越来越高了，从 1% 涨到 5%， 但是也越来越少的人去买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140块去买，明天它就要跌到94块了，你卖呢就亏钱，你不卖呢你就要等10年，这笔钱才能拿回来那谁敢去买呢？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呢，一直以来持有美债最多的其实是美国自己嘛，因为刚才说了，他们会自己印钱，然后借给自己去花嘛，所以以前的美国国债呢，有 65% 都是美国自己人去买的。也就是说，真正从自己钱包里面借钱给美国的只有 35% 是外国人，而现在呢，这 35% 已经降到 21% 了。你会发现美国的外挂日本呢，以前他带头买了最多的美债，现在呢都不买了，中国跟英国呢也一起不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美联储降息了，但是美债的利息呢并没有降反而是上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债已经给到了 5% 的利息了，已经是非常高的回报了。在以前其他的国家和投资人呢都会抢着去抄底美债了，但现在却依然卖不出去，不但卖不出去而且还有很多国家连续的去抛售美债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一定只能是美联储还有美国的资本家被迫自己去买，自己去硬吃这些美债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推出一个结论，就是美联储将会打开印钞机，扩表去印钱，然后大量去买美债，这样美债的价格呢就会反弹暴涨。真的是这样吗？对，美联储今年会扩表印钱，这结论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因为美国政府呢，它已经不够钱花了，但是美债就一定会反弹暴涨吗？我刚刚才说了，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在卖美债了。如果你说现在还要把这美债的利息压得更低，就现在你只会给我 2%、3% 的利息，价格呢还要卖得比以前更贵，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美债只会更加的卖不出去啊，甚至被其他国家抛售的更厉害啊。然后你美联储就只能印更多的钱去接盘这些美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2025年之后将会是大通胀时代开始的原因。因为美联储印钱的速度将会越缩越短，以前可能10几年才一次，后来呢就缩到5年，而现在开始呢可能3年一次、2年一次，甚至最后半年一次，美债只会越来越卖不出去啊。所以只有美联储接盘的美债，它短期会有反弹，因为美联储短期内会大量的买入嘛，这个我不反对。但如果你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熊市的美债，它要翻转了，它要重新的进入到牛市了，我觉得你很难说服我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川普上台之后，正如他所说的，向全世界发动贸易战，把全世界搞得更乱。因为当全世界的经济都很差，全世界投资呢都亏钱的时候，大家才会重新的把钱去买美债。这个我相信呢，他也会去做，但你可以保证他一定可以做成功吗？而今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印钱的速度呢会增快，美元呢又会开始进入到贬值的时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20年疫情之前呢，我可以10美元去吃一顿 KFC， 而疫情美联储无上限印钱之后呢，同样一顿 KFC 我就要花20美金，这就等同于美联储直接从我们手上抢钱了，用我们辛苦存下来的钞票去帮美国还债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最好的避险资产从来都不是美债，或者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国家，他们最近都在投资什么了。答案只有一个，就是黄金。因为黄金是美联储印不出来的。20年前每开采1安士的美金呢，就需要移除1吨石头，而现在呢就要移除7吨的石头啊。也就是说，开采黄金的成本呢上涨了7倍。但我们一直以来都被洗脑得很严重，比如说巴菲特一直教育我们的是，黄金呢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原因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然后美国的教科书教育我们的是，黄金呢只有在战乱还有世界末日的时候才有价值的。当时呢我就听不懂，如果真的打仗，就算黄金真的升值了，但是你拿着黄金有什么用呢？拿去换食物吗？怕死的不够快吗？所以真相是什么呢？战争的时候真正会升值的是粮食，而黄金呢，从00年美国开始降息，黄金就涨了9倍，美股呢就涨了30倍。如果你还相信黄金是熊市才会买的资产，那为什么黄金在牛市的时候涨得比美股还要多呢？所以如果你相信美元在未来将会升值的话，那么你就别买黄金嘛，因为将来你只需要花更少的美金就能够买到更多的黄金。但是相反，如果你跟我一样，你觉得未来将会进入到大通胀的时代，美元将会不断贬值的话，那么黄金就是最好的避险资产了，因为将来肯定要花更多的美元，却只能买到更少的黄金。而对于我来说呢，只要我每赚到100万美金，我都会拿出其中的1/5也好，去换这个实体黄金的，作为长期的避险资产。有的时候呢，黄金进入到牛市上涨的趋势，比如说去年年头，我也会拿出一部分去买 ETF， 或者是加杠杆去买期货，用来去赚跟随趋势的快钱。而最近呢，我们补习班内部的弟子都知道，我们又重新去布局黄金了。因为现在我们去年卖掉的美股 Tesla 还有台股2345智邦都开始调整了。当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却看到黄金却是这么多资产里面在做我们股票投资班所说的向上突破的形态。而且我们现在买需要承担的风险才不到 2%， 但是黄金一旦可以涨上去呢，这样可能是破顶没有天花板的，这就是所谓的赔率。如果说这些你都听不懂的话，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准备要下架的股票投资班哦。好了，有的人活着呢是为了睡得更好，有的人呢是为了觉醒。这段时间比较风平浪静，但暴风雨之前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美股就已经出现下跌的调整了，而明天呢将会是川普上台的时间，局势呢你预期未来会更加动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一直以来越动荡的时间，我们赚的钱反而是越多的，因为一项资产暴跌的时候呢，钱呢就会转移到另一项资产，有危必有机。而所有我们投资人商人视角看见的危机呢，我都会一一的告诉你。所以你预期下一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
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